先前我们已经初步介绍了如何阅读一本书，书中提到阅读分为4个层次，其中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层次是第一个层次，基础阅读。以一个读过大学的人而言，基础阅读基本上应该预设为已经完成并且熟练。但是当我重新好好阅读这一章时，才发现原来我对于基础阅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读读如何阅读一本书的第3章，阅读的第一个层次，基础阅读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为民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第3章的开头，作者谈到了美国当时阅读风气盛行的原因，主要有3个历史因素。1. 美国当时正在推行全民教育，目标是要让全美国没有文盲。2. 美国那时的阅读教育产生了2种变化，一是发音法教学的改变，从 ABC 教学法变为发音法；二是从字母、单字、句子的学习变为视觉法，也是从句子到单字再到字母的学习法。3. 批判学校带来的教育改革。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见，美国一直在寻求阅读教育方式提升的万灵药，但具体有没有找到什么完全的解方，目前看来是没有的，只有依照现实需求不断动态调整。谈完了美国的阅读教育变革的历史，作者开始提到他的主题，学习阅读的阶段。在种种的阅读学习研究中，有一项是特别有用的，就是分析学习阅读的阶段。研究中显示，孩童学习阅读直到成为成熟的阅读者前，会经历至少4个阶段。1. 阅读准备阶段。这个阶段一般是从出生到6、7岁左右为止。在这阶段中有几个部分需要准备，包括身体、智力、语言及个人方面。身体方面至少具备良好的视力和听力，智力方面要有起码的认知能力，语言方面清晰的口齿，能正确说出句子，个人方面能和他人一起学习，能保持注意力和服从。要如何判断一个孩童已做好准备，这得由教导孩童的指导老师来评估。2. 认知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孩童目标是能阅读一些简单的图册，例如绘本。整个学习的起始是先从看图识字开始。这阶段的孩童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就是忽然间他就能认出一堆文字组合起来的意思，而这部分是让人惊奇的。大约7岁前，大部分的孩童都能展现出这样的能力。3. 快速增加智慧及运用内文的阶段。这阶段的特色就是孩童能够从上下文中找出不熟悉的字的意思，并且能够使用不同的方法阅读不同领域的书籍。阅读对于这阶段的孩童而言，就是可以自己操作的事。他们可以到处探索他们有兴趣的领域的书籍，透过阅读开始学习。4. 迈向成熟阅读者阶段。到了第4阶段的孩童已经能开始消化自己的阅读经验，能从一本书的观点连结并转化到不同的观点，也能针对同一主题对不同作者的论点进行比较。到这个阶段应该是青少年时期就需要完成的学习。看完作者整理出来的学习阅读阶段，不知道大家有何想法呢？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惊讶，原来我从小到大并没有那么系统的学习阅读。回想一下，我实在无法具体回忆起我是怎么学习阅读的。若你有跟我类似想法的，请不要气馁，因为至少你看到了今天的内容，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起码你已经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，只是需要再系统的重新学习阅读的技术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是到大学4年级时才接触到如何阅读一本书。虽然无法时光回溯将我学习到的技巧带回过去的自己，让自己不需要弯弯绕绕的学习阅读，但至少对我后来进职场，透过阅读进行技能的提升带来了不小的好处。阅读的阶段与层次。前面提到的4个学习阅读的阶段，其实在整个阅读的层次中只是第一个层次，基础阅读的内容。若是能完成前面4个阶段的学习，才算是正式入门成熟阅读者的门槛，后续就需要不断积累阅读经验，直到熟能生巧。同时，作者提到基础阅读的4个阶段，就是需要老师从旁指导，也就是辅助型阅读。这部分我的理解是，即使是成年人在学习新语言时，也是需要重新经历基础阅读的阶段。就像我自己学习外语时，我的指导老师有学校前辈、公司主管、教学影片等等，若没有这些指导者在，像是发音、认字等基础学习，通常都无法到位。更高层次的阅读与高等教育。作者提到美国现今的高等教育现况，因着入学人数的增加，许多学生都是在未完成完整的基础阅读阶段就升学到高等教育。为了解决学生的阅读问题，学校开始进行矫正阅读的指导课程。但正常来说，一个高中毕业生应该具备分析阅读的能力，而一个大学毕业生则应该具备主题阅读的能力。现实却不是这样的，这部分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美国是这样，我们身处的地方可能连这个问题都没想过呢。阅读与民主教育的理念。作者在第3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提到阅读教育的不足，
会使国民无法具备足够的能力好应付多变的未来。因为无法自行运用阅读技术学习所需的技能，将会阻碍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因为解决问题的是员工，而无法自行学习成长的员工将无法面对新的问题或挑战，而那些挑战是学校教育提供的知识远远无法满足的。作者定义一个有能力的阅读者，不只是会认字脱离文盲而已，而是更高层次的阅读者，具备从阅读学习能力的阅读者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